今天上午10点，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负责人就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介绍了有关情况。来看深圳卫视驻京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近期出台的一揽子增量政策，让市场预期明显改善。那么，财政政策如何发力，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我现在就在以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在发布会开始前1个小时，国新办现场就已座无虚席，多家国内外媒体记者交流热络。财政支出、扩大内需等字眼是他们讨论中的高频词。同时，我注意到财政部一正三副4位主任同台亮相。 足以见得其重视程度。随着财政部出手，财政政策将与货币政策形成合力，其协同效应将给市场释放增强信心的强烈信号。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表示，今年以来，财政部门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组合使用赤字、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税费优惠、财政补助等多种政策工具，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2024年安排财政赤字4.06万亿元，比上年年初预算增加1800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3.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000亿元。 蓝佛安还表示，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下达就业补助资金667亿元，支持地方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智能技能培训等工作。1到9月，全国教育支出超过3万亿元，按照全国总体3%的比例，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居民 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94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提高至每人每年670元。 蓝佛安还表示，今年地方债务风险整体缓释，化债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中央财政 在2023年安排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超过2.2万亿元的基础上，2024年又安排1.2万亿元的额度，支持地方，特别是高风险地区，化解存量债务风险和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等，地方债务风险整体缓释，化债工作取得 阶段性的成效。蓝佛安介绍，中国财政有足够的韧劲，通过采取综合性措施，可以实现收支平衡，完成今年预算目标。大家比较关注今年是否可以实现预算目标。在这里呢，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中国财政有足够的韧劲儿，通过采取综合性的措施， 可以实现收支平衡，完成全年的预算目标，这请大家放心。蓝佛安表示，财政部在加快落实已确定政策的基础上，围绕稳增长、扩内需、化风险，将在近期陆续推出一揽子有针对性增量政策举措。一是加力支持地方化解政府债务风险，较大规模增加 债务额度，支持地方化解隐性债务；二是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三是叠加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专项资金、税收政策等工具， 支持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四是加大对重点群体的支持保障力度。国庆节前已向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下一步还将针对学生群体加大奖优助困力度，提升整体消费能力。
兰佛安还表示，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而对于老百姓关心的房地产话题，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财政部将与相关部门同向发力，聚焦促进房地产市场供需平衡。下一步将积极研究出台有利于房地产平稳发展的措施。第一呢，我们允许专项债券用于土地储备；第二个呢，是我们支持收购存量房，加大保障型住房的供给，用好专项债券来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各地的保障型住房。另一项呢，是继续用好保障型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第三项呢，是我们及时优化完善相关的税收政策。我们正在抓紧研究，明确与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相衔接的增值税、土地增值税政策。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则再次要求联立部队向北撤离5公里，但遭到拒绝。黎巴嫩政府11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一再袭击联合国维和部队，并非法要求联离部队撤离，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再次证实以色列违反国际法以及可能构成战争罪。央视新闻透露，目前中国第22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比较安全，状况良好。当地时间10号下午，在联合国安理会审议黎以局势的紧急会议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以军袭击联离部队阵地和哨塔，并造成联离部队人员受伤，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谴责。联离部队根据安理会决议的授权执行维和任务，任何蓄意攻击维和人员的行为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必须立即停止。我们要求对事件进行调查、追责，并采取措施，杜绝再次发生。我们重申，冲突各方都必须切实保障包括联离部队在内的全部联合国人员和资产的安全。联离部队由来自50个国家、超1万名文职和军事人员组成，负责监督联合国安理会2006年通过的1701号决议。内容主要是呼吁黎巴嫩真主党及以色列国防军停战，故又称黎以和平决议。本轮黎以冲突升级后，该部队一直在2国临时边界沿线巡逻。这一系列袭击事件引发联合国成员国的愤慨。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1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最近针对联离部队的袭击。三国强调，这些攻击毫无道理，必须立即停止。所有联合国维和士兵都必须受到保护。三国呼吁各方立即停火，并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表示这是让流离失所的以色列人和黎巴嫩人安全返回家园的唯一途径。意大利是联离部队最大士兵派遣国之一，意大利对此反应激烈。以色列袭击的3处联合国部队营地中有2处为意大利营地。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10号紧急召见以色列驻意大利大使，表达强烈抗议，称以色列对联离部队的攻击完全不可接受。克罗塞托表示，以色列对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攻击明显违反国际法，可能已构成战争罪。all'ambasciatore di riferire al governo israeliano che le Nazioni Unite e l'Italia non possono prendere。以色列袭击联离部队营地，造成2名印度尼西亚籍维和人员受伤。对此，印尼外交部长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行为，称之为针对维和人员及国际社会的恐怖行径。Serangan merupakan upaya teror Israel kepada pasukan penjaga perdamaian dan masyarakat internasional。Indonesia menegaskan bahwa mereka yang teguh pada prinsip perdamaian tidak akan pernah gentar。伊以局势也在持续升温。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中欧领导人在老挝万象举行会见。中方表示，希望欧盟机构正确看待中国发展，制定客观理性的对华政策。随着欧盟成员国对自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投票结果出炉，中欧之间的贸易关系变得紧张。到月底，欧盟做出最终决定之前，中欧是否有希望通过谈判达成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呢？来看分析。
当地时间11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万象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李强指出，中国将欧洲视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方向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合作伙伴。同时，中国也是欧洲实现能源和绿色转型、共促和平和发展的重要合作伙伴。希望欧盟机构正确看待中国发展，制定客观理性的对华政策。米歇尔表示，欧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各领域交往对话，加深相互理解，拓展互利合作，增进双方人民福祉。欧方希望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有关问题，促进欧中经贸关系发展。中国与欧盟分别是世界第2和第3大经济体，两者的经济体量相当，经济结构互补，且在推动多边主义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拥有广泛共识。然而，近日，欧委会通过了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反补贴关税的最终投票，决定在10月底对进口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加征7.8%至35.3%的关税，意味着欧盟向贸易保护主义的错误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中欧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变得陡然紧张起来。对此，米歇尔在会见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就重申，避免贸易战对各方都有利。演化成一场新的贸易战，对于中欧双方很显然都不是最好的选择。对于中欧双方乃至于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对于相关产业全球产供链的畅通运行都会构成负面影响。因此，对于双方的沟通来讲，当前的当务之急一定是要避免贸易摩擦升级为进一步的贸易争端乃至贸易战。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应邀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通电话。博纳就近期欧中经贸关系阐述了法方看法和关切，表示法方高度重视两国元首达成的合作共识，欧洲坚持战略自主，致力于营造公平的营商环境，无意将中国企业和产品排除在欧洲市场之外，希望通过协商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王毅说，法国是中国在欧盟内重要经贸伙伴，良性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不久前，我们在出席联大期间就中欧贸易摩擦深入沟通，都认为中欧不应打贸易战，应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妥处存在的分歧。希望法方以积极开放态度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为双方协商谈判发挥建设性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法国是此次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及加征关税的重要推手。有观察指，法方支持的动机是为了给本国汽车产业争取时间，同时展现其在欧盟内部的领导力。法方呢，它一方面对于中国产电动汽车进入欧洲市场，它不能以积极正面的眼光去看待，但另一方面呢，它还是非常重视与中方这种经贸投资关系。也就是说，法方当前呢，它既想在一些问题上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利益，另一方面呢，它也不希望因此呢影响到与中国方面正常的经贸投资关系乃至整个对华关系。事实上，以德国为代表的近半数欧盟国家一直对欧委会主动挑起对华贸易摩擦明确表达反对意见。从具体投票过程也不难发现，欧盟内部在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值得一提的是，原本在7月份预投票中赞成加征关税的西班牙和瑞典，在10月改投弃权票。西班牙经济贸易部长卡洛斯·库尔波近日就喊话欧盟，应用尽一切可能的谈判和对话途径与中国沟通，以免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他同时称，无论是谁采取措施，都必须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西班牙首相上月访华时，也曾呼吁欧盟就对华电动汽车加税事宜重新考虑立场。欧盟轮值主席国匈牙利总理欧尔班9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以汽车工业举例称，如果欧洲走向贸易限制的道路，将失去更多市场。匈牙利的产业界也发出呼吁欧盟转变思想的声音。匈牙利汽车经销商协会主席加博尔表示，滥用保护主义不利于欧盟发展电动汽车产业。The solution will come only after negotiation from both sides. As I know, the Europeans also want to make a good deal with China. For the future solutions, we need to cooperate. The Europeans don't want to fight against the Chinese. The Chinese don't want to fight against the Europeans. So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 only way for us together
negotiations. 作为东亚合作系列会议的重头戏，第19届东亚峰会于当地时间11号上午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与会各国领导人聚焦增进互信、加强合作、共赢挑战等议题，就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当地时间11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老挝万象出席第19届东亚峰会。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进一步弘扬和平共处5项原则，聚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凝聚共识，深化互信，加强合作，携手开创地区和世界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本届东亚峰会由老挝总理宋赛主持。宋赛在峰会上称，19年来，东亚峰会合作取得长足进步，合作范围大大拓宽。面对不断演变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加强东亚峰会框架下合作，增进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和相互信心至关重要。这是实现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本届东亚峰会有来自东盟10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和美国的领导人或代表参加。深圳卫视注意到，在峰会期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在借南海问题炒作中国威胁论。据报道，布林肯在与东盟领导人会见时，炒作称其仍对中方在南海及东海的行为感到担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同南海当事国完全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共同管控好海上局势。美国等个别域外国家在南海升级武力部署和军事活动，挑动对抗，制造紧张，才是南海和平稳定最大的不稳定源。中国始终强调的是，问题可以摆在桌面上，可以进行沟通，也可以最终寻找到解决的出路。关键是双方和多方要有建设性的意见。所以呢，涉及到南海和平稳定的问题，一方面中国与直接争议方之间在进行沟通，我们希望管控分歧。当个别国家在炒作南海问题的时候，其实中国和东盟都会有一些认知，也希望当前的安全问题不要影响地区的发展，也同样希望地区的发展有利于安全问题的解决。而最能体现此次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合作精神的，就是在中国与东盟领导人10号宣布实质性结束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并发表联合声明。对此，外交部发言人11号表示，这是中国与东盟首次达成各自经贸协定中最高水平的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章节。这些升级成果将全面拓展中国与东盟在新兴领域的互利合作，加强双方标准和规则领域里的互融互通，共同构建安全稳定、畅通高效的供应链合作网络，推动双方互利共赢迈上新水平。商务部国际司负责人介绍，3.0版升级涵盖9个领域，既包含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现有领域，也包括双方具有巨大合作潜力的新兴领域。具体为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标准技术法规与合格评定程序、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竞争和消费者保护、中小微企业经济技术合作。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受到东盟各国欢迎。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强调，在全球保护主义抬头之际，自贸区升级向各方释出明确的信号，即自由贸易和双赢的市场合作极为重要。泰国总理佩通坦在会议上强调，东盟与中国的关系是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石，希望通过广泛的伙伴关系，挖掘共同发展的潜力。印度政府决定首次在本土建造2艘攻击型核潜艇，并购买31架美制远程无人机，预计将耗资4500亿卢比，约合380亿人民币。作为美国在南亚的重要伙伴，印度真的甘心被美国绑上战车吗？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9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建造2艘攻击型核潜艇，并购买31架美制 MQ-9B 远程无人机。其中2艘攻击型核潜艇将首次在印度当地造船厂建造。早在9年前，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就批准了建造6艘6000吨级的国产攻击核潜艇，由印度海军自行设计。最新批准的2艘攻击型核潜艇就是这6艘中的前2艘。虽然还未披露具体交付日期，但印度政府曾称首艘国产攻击型核潜艇计划于2032年服役。
9月初，印度歼敌者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2号艇密迪者号正式服役，标志着印度已有2艘战略核潜艇入列，同时也体现了印度在核潜艇方面巨大的决心和意志。除了6艘攻击型核潜艇，印度海军采购清单中还包含了6艘战略核潜艇。印度的核力量的这个思想呢，或者是战略呢，其实是发生变化的啊。就在穆迪上台之前，其实印度的核武器啊。核装备呢，更多的是着眼于防御型的啊，但在穆迪上台之后呢，实际上我看到这个过去这些年呢，印度对于核力量的这个使用呢，它倾向于这个进攻性的啊这样的一个思路。以色列安全内阁10号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回应本月1号伊朗对已发动的大规模导弹袭击。据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对于如何回应伊朗，以色列领导人已做出关键决定，但外界尚不清楚决定的具体内容。过去10多天来，以色列一直试验报复，但并未发起行动。有分析称，一方面是因为以色列安全高层内部存在分歧，有官员仍认为现在应谨慎行事，因为以色列难以在没有美国协助的情况下发起大规模行动。另一方面是一些以国防官员担心，在以色列同时与哈马斯和真主党战斗的情况下，再挑起与伊朗的战火，将使该国资源严重不足，此前取得的成果恐将付之东流。其实，在伊朗用导弹袭击以色列10多天之后，扬言立即要报复的以色列，至今没有采取行动。我认为这背后的原因，并不是卡在了以色列与伊朗的军事博弈层面，而是卡在了政治与外交层面。而且，这个政治与外交层面的博弈，还不仅仅是发生在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拜登总统与内塔尼亚胡总理，以及哈里斯与特朗普2位总统候选人，也都同时卷入到了这场错综复杂的博弈当中。我个人判断，最终内塔尼亚胡极有可能会选择两边都不得罪，在两边之间玩一个微妙的平衡，也就是既部分的听特朗普的话，选择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报复伊朗，同时又部分的听拜登的话，只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不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石油设施。美国方面也存在担忧，美以领导人9号时隔50多天再度通话，据悉双方就如何报复伊朗计划上更接近于达成共识。知情人士称，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计划稍微没有那么紧张了。拜登此前已经表示，他不会支持以色列对与德黑兰核计划有关的地点进行打击。拜登还敦促以色列不要考虑打击伊朗石油设施，否则可能会推高全球油价。经过长达10多天的激烈博弈之后，美以双方，或者说是拜登与内塔尼亚胡，终于就以色列如何报复伊朗达成了一份不对外公开的交易计划。而在跟内塔尼亚胡政权达成交易之后，我认为接下来拜登政府还将会通过秘密渠道去跟伊朗打招呼，甚至是跟伊朗做私下交易，也就是告诉伊朗，为了避免以伊之间的全面战争，我好不容易压制住了内塔尼亚胡，让以色列不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石油设施。在这种情况下，你伊朗也必须要给我美国一个面子，也就是面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伊朗也必须要保持克制，不要还手，否则的话，我美国就要出手了。伊朗方面连日来也放出狠话，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如果以色列采取报复行动，伊朗将袭击数十个以色列的安全、军事和经济中心。伊朗最高领袖的一位高级顾问警告称，如果以色列胆敢将目标对准伊朗的核设施，德黑兰方面可能会改变其核政策。海湾地区国家也正在游说美国阻止以色列攻击伊朗的石油设施，因为这些国家担心，如果冲突升级，他们的石油设施会成为报复目标。分析称，内塔尼亚胡的其他选项包括进行一次象征性的打击。目前，以色列最有可能的军事回应就是针对伊朗的导弹基地发动袭击，这一做法最不可能再次引发伊朗的报复。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分析，根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的警告，以方将对伊朗发动强大、精确，最重要的是出其不意的攻击。这也就意味着伊以之间是否会爆发全面的战争，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以色列虽然不一定会攻击伊朗的核设施与石油设施，但是却很有可能会对伊朗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人物采取精确自导的定点清除行动。而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以色列不会轻易动手，而是会耐心的等待，
一直等到最佳的战术打击时机出现为止。这个也就意味着，以伊之间是否会爆发全面战争，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